接下來看到是川普呢，現在自比他是耶穌哦。當然，這個言論一出啊，真的是惹怒了在共和黨自己內部的這些保守派。現在呢，共和黨內部的 MAGA 的鐵粉是集體倒戈了，並且傳出了許多是罷免川普的聲浪，席捲到全美國。CIA 的前局長直接痛批川普，說他精神不正常。好，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這一次呢，川普不僅再度的他口轉向了，我們來看到呢，這一次引爆爭議的不只是他的政策而已，是這一張 AI 的圖，而且這張圖竟然是川普自己放的耶，他把自己呢比擬為耶穌哦，然後呢，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手邊金光閃閃的，旁邊的這些人就這樣仰望着他，把他當作是一個救世主哦。當然，這個照片一出來，共和黨內部的保守派氣炸了，尤其是這一位呢，本來是跟這個川普關係很好的，那麼也是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政治家，他叫做蓋恩斯，他也說無法理解你川普 PO 這張圖的用意到底是為什麼？應該要謙虛一點，甚至呢，上帝是不可以拿來給你褻瀆的。這樣子的言論炸鍋之後，川普呢是趕緊的 PO 完文之後，立刻把這一則貼文給撤掉。那還跟記者說呢，他以為這張照片裡要呈現的這個呢不是耶穌，只是一位醫生。他覺得他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就跟醫生一樣，在照顧着老百姓。那大家會把他比擬做耶穌，是因為呢記者們都在寫亂做這張圖的梗，把他塑造為耶穌。那他認為呢，這根本就假新聞，都是記者自己製造的問題。幹哥怎麼看？好。這張圖真的引起軒然大波。我現在可以告訴各位，你知道這張圖是誰 po 的嗎？是李威特 po 的嗎？是白宮的新聞秘書嗎？還是他的真實社群的網頁的小編 po 的？不是，川普承認了，我自己 po 的。我半夜沒事幹的時候，我拿着手機自己 po 的。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總統，而且是美國總統哦，這麼偉大的國家的總統，他竟然說是我自己 po 的。他一 po 上去的時候，因為這都是大家都看到，這個 AI 合成，對不對？他自比耶穌，可是自比耶穌是非常非常嚴重，應該說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。你不能把自己比作耶穌，結果他放在人家的頭上，好像他有治癒的功能，所以他開玩笑說他是醫生。這個引起的反彈不是來自共和黨對手，不是民主黨对手，連共和黨自家人他們都覺得說，你可以這樣子做嗎？蓋恩斯是誰？蓋恩斯是川普的鐵粉，他都說。這個實在是太扯了，太離譜了，所以後來他自己就想說，好吧，就主動自己就把他下架了。可是他對梁14世，也就是教宗啊，的態度還是一樣。他講一句話，他說：“我不喜歡梁14世，你要搞清楚，你會當上教宗，唯一的優點是因為你是美國人，那是因為是有我川普你才當上去的。如果沒有我的話，你根本當不了教宗。我比較喜歡你弟弟，他的弟弟一樣也是那個教會的人士，在梵蒂岡，然後所以他弟弟叫路易斯，他說應該叫路易斯來當啊。身為美國總統，你把教宗在很多這個就是說虔誠的這些信徒的眼中，他是多麼神聖，他是經過多麼繁複的程序之後選出來的，他是宗教領袖。結果川普還說，我喜歡他弟弟，我不喜歡他哥哥，因為他哥哥對於我處罰伊朗的方式那麼多意見，那其實老實講一句，我也不是梁14世的粉絲啊，川普自己講，所以說我不用看他的臉色。他又再次重申說，因為有我川普，所以你才能夠當教宗。我覺得川普已經進入一個階段了，他的精神跟他的邏輯判斷恐怕出了問題。他會 po 這樣子自戀的照片，你就會曉得說，他其實不是在一個正常的狀態之中。我可以告訴各位，接下來他還會做出更多越舉越軌的事情。但是不要拜託發生了真正的這個美伊戰爭升高的話，那倒霉的是我們全球的百姓，還有包括所有千千萬萬希望世界和平。梁14世他有講，他說我是站在散播福音者的立場去看整件事情，去看整個世界，所以川普不喜歡我，我非常的遺憾，我也只能夠接受。所以你就想說，兩個人的格局
完全不一樣。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吧。好，這已經變成是一個笑話了，是不是川普的壓力太大了？現在精神上面真的出現問題呢？那剛剛幹哥也特別提到他跟梁14世之間的這個衝突、这個對話哦，他還另外嗆了教宗說呢，你不該認為伊朗永和是無所謂的，你也不應該批評美國總統，如果沒有我，你也不會當選。就梁14世呢，就立刻反擊說，我不害怕任何政府，也不會停止反對戰爭，因為教會就是要追求和平，反對戰爭。當然了，現在是美國他自己的盟友也開火了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認為川普對教宗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。到底怎麼回事？川普的狀況，尚志哥怎麼看？我想你要研究川普這個精神的狀況，我認為還是牽涉到他2024年7月，當時他在賓州的這個巴特勒被暗殺那一次哦，大家要記得嗎？不是耳朵打過去嗎？其實那時候雖然還在選舉過程裡頭，其實那時候就會有出現一個東西說，哎，川普是不是上帝的這個天選之人？當時其實美國輿論有很多討論哦。雖然作為一個選舉照是 chosen， 他說 chosen one， 他是被上帝選擇的。而我都覺得在當時看起來，這個部分的概念對於川普一開始他可能還是驚嚇的，但隨着後來他越來越相信這樣的說法，乃至後來一路最後贏取了選舉。所以你要看川普的一個宗教信仰，他自己當然也是還是基督徒。可是呢，他為什麼會自我膨脹？我認為這裡頭不只是一些政治思想，他一定有一些核心的東西。而我個人認為，這個核心是他那一次逃過暗殺的劫難，他的那個最後其實有個自我的肯定，或自我覺得上帝是站在他這一邊的核心。我個人認為是這裡。但是這一次真的影響很多人哦。要知道，其實全世界其實天主教徒不包括基督教是將近14億人口哈。而在美國方面，其實天主教徒只有20%，7000萬人。如果基督徒更多，美國基督徒大概是65%。那其實對於他現在直指挑釁有關於這個上帝跟教宗的這個角色，這裡頭其實是一個深層次的東西，它就不只是政治價值可以拿來衡量或美伊戰爭這個東西的角度。所以這個川普在這一波當中做的最影響，我認為深遠，很多人會對他從根本性上造成很大的懷疑或者否定的話，可能就是這一次這個 AI 圖，所以他也感受到了，所以通常他不帶撤文的，他才會撤。當然，這次後面的影響性，包括從這裡開始，就不得不說，這種對於所謂的美國核心的這種精神價值的這個墜落，除了這次在美伊戰爭體現到美國的軍力、軍權、美元的這個過去全球部分的價值標準，還有包括自己美國國內的這些動盪之外，我覺得大家已經陸陸續續感受到，美國方面包括一般民眾那些，就是說開始川普讓很多美國人自己都看衰美國自己，所以這些精神性或信仰性的東西一旦在出現的時候，對於社會的深層次的影響是有的。現在很多時候中國人大家學要 copy 中國過生活啊，很多就是包括抖音上面啊、小紅書上面，很多美國人在做的事情。最近我們也注意到了，包括很多汽車產業的巨頭，大家對於美國基建，包括對於他們自己的這個新能源汽車，很多產業上美國也開始失去信心了。因此，如果信仰價值受到衝撞跟崩潰的時候，會對於美國的國力衰退會更加一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們也持續看到，那現在到底最新川普的民調表現到底是怎麼樣呢？確實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綜合起來，《每日郵報》最新顯示，支持率已經正式的降到只剩下43%了。民眾最不滿的2大議題就是通膨失控跟中東的戰爭政策導致的油價飆升跟通膨，實在讓他們過得太苦了。CIA 的前局長在這時候也喊話說，有關於罷免總統的條款現在再次的被提出來，國會內部也開始醞釀了彈劾川普的聲音。現在就是擔心接下來的期中選舉，一旦共和黨失利，川普有可能被彈劾，甚至面臨生死政治上的關卡嗎？大使怎麼看？他現在應該是一步一步走向被彈劾的路了，會越來越接近。因為美國彈劾的門檻非常高，因為在參議院，眾議院是1/2就好了，20名通過就成案，參院是2/3，所以眾院他只要掌握這種這個多數的話，他很快就可以把這些案子壓下去，所以他的危險就是在期中選舉了。期中選舉他失掉，如果2院都失掉，那他就蠻危險的。眾院失掉了，眾院失守，他也很危險。而且這種彈劾案，其實美國常常在提啊，常常在提啊。這些議員幾個人成案，他就提啦。
那只是過不過、通不通得過的問題啊。所以就是說，川普他現在做的很多事就不要太怎麼講，在這個怎麼講呢？就有一點太違背常理，太超過道德標準，然後呢，太令有爭議性，比如說他的親信炒股票啊，這些事，還有他的羅利島，人家查的差不多了，他就把他的司法副長給他 fire 掉了，不照他的意銷毀文件的話，就把他查。這個都是我自己幹公務員這麼多年，我只有一個信念，就是說，我認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對，所以其實公務機關辦事情的話，基本上很多都不是靠嘴巴的，都是要留住文字的。像我們這種受過訓練的公務員，我們很多重要事我們都要寫簽呈的，這不是你一個人能夠承擔的，而且它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集體決策過程。如果你是一個獨裁者的話，你沒有辦法這種公務體系這種公務體系的做事，基本上就是集體負責任制，它一定要從下而上。那你如果從上而下的話，那基本上你自己就很容易違背法令，因为对于法令的細節最了解，通常是這個基層的承辦公務員到科長，到這個副司長，他們從基層的，他不會做違法的事，那他也不會怎麼講呢？答應上面交辦他違法的事，上面要交辦他違法，他就留證據了，免得到時候將來東窗事發，他就都被牽涉進去。可是我看川普這種作為的話，在一個法治講究行政法法治傳統的美國來講，川普有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冒了多大的險，這個他就是一個他的問題了。他一旦一朝失勢以後，所有的文件都在那個地方。像羅利島，你看看這個案件還不是一個公法案件，是一個司法案件，基本上人家有幾萬頁的資料啊，只要那些這些所謂的治安單位一介入調查，所有都變成公文書了。公文書你就不能隨便動，所以川普是非常危險，我認為他的作為非常危險。那這完全會在他敗掉這個期中選舉以後的危險。以前美國總統我們看就是說，他有期中選舉，他丟掉1個月他就跛押了。就沒有辦法推動重大政策，因為重大政策基本上要有法律作為基礎。你比如說你的稅收制度，這是美國的重大制度，還有你這種相關的，你比如說醫保制度，這都要法律做基礎，你才能夠去國庫裡面拿錢吶，要不然你動不了這個錢。對，所以就變成就重大政策你就不要，你就蕭規曹隨吧。所以其實成為跛押的美國總統，在他的譬如說啦。他這個期中選舉失敗以後是最危險的，對別的國家最危險，對美國最安全。為什麼對國家？因為他沒舞台以後，他就搞外交，搞外交不是修理別人就是打別人。這是美國歷史就走這種循環。那不過川普這次打別人修理別人，美國沒得到好處，不像日本以前侵略中國，日本賺得盆滿缽滿。那這次是把美國的國庫都越搞越空了，所以川普現在掉到43。你想想看，再繼續這場戰再打下去，油價漲到再繼續要漲，他這個絕對這個期中選舉必敗啊！好，謝謝大使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內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。現在與未來，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，盡在環球大